大家好，我是大伟。孩子的个头偏矮，家里面人就会特别的担心，特别是每当接孩子放学的时候，发现同学的个子都比孩子高上一个半个头，心里面更加焦虑了。其实不必这么焦虑，我们一般来说身高它是有遗传的，60%它是靠遗传，40%呢就是靠日常后天的一些点点滴滴。那后天的点点滴滴，我们说分为哪几类？一个是运动类，一个是饮食类，还有一个单独讲叫睡眠，就这3大类，自己找原因嘛。那么我们前面的这种遗传的上面的问题，我们改变得了吗？改变不了。一般来说，比如说父母身高都还可以的，他遗传的话，它有一个正负8厘米的一个上下限啊。他如果说接近他的上限，那孩子长得就快；如果说他正好是接近下限的，那孩子长得可能就慢一些，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后天的一些点点滴滴进行干预。那么后天的这里呢，我们无非是3种，第一种就是饮食。饮食这里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首先就是蛋白质的补充，蛋白质咱们要多去补充。蛋白质是一种基础的物质，比如说我们头发当中，你捏一下，这个里面就有角蛋白身体当中，你只要在肌肉的合成当中，它就需要蛋白质，所以蛋白质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现在咱们大多数人家里面孩子是不缺蛋白质的，就是看他肯不肯吃。很多小孩子他是不肯吃，他挑嘴，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家里面人就要多费一些心，把这个营养弄得均衡。蛋白要选择高的优质蛋白，比如说鱼虾肉奶蛋，这些都是优质蛋白。同时呢，要配合这个碳水化合物。什么叫碳水化合物？比如说我们这些精粮米面都是碳水化合物，这些东西都要搭配在一起去吃，再加上一些维生素的补充，这样的话孩子能达到一个营养的均衡。一般来说，大多数家庭里面的饭菜摄入量基本上是满足的。然后呢，重点是放在后面2位，这2位很多家人在上面是踩了不少大坑。一个是什么？一个就是运动。运动上面你会发现现在的孩子他运动普遍较少，而且有的孩子现在就是能休息的时候他抱着一个手机，他就不愿意运动。这个是很多家长的一个就心里面都会发现的一点。孩子的运动他是天性，一定要让他多运动。但是这个运动呢，不是说你运动的时间越长越好，反之，有的小孩他的身体自小来说就相对于弱一些。你让他去运动，他运动只要一过量接着你看就3-5天就不对劲了。然后呢，你就紧接着家里面人就跟着后面忙，后面也不敢让他吹风了。所以运动应该怎么运动？你记住了，你让他在家里面都可以去做，就去做跳高训练去给他墙上画一条线，让他去摸每天跳多少下。同时呢，让他可以去练习折返跑。什么叫折返跑？比如说我们的客厅让他从 A 点跑到 B 点，再从 B 点摸一下地跑到 A 点，就这样反复的去跑一会儿，他心跳上来了就累了以后就是消耗完了以后，原来还挑食的，你看饮食又能让他摄入进去。同时呢，还可以让他做什么？就是深蹲起跳，让他慢慢的蹲下来往上去跳。这种运动都是有共通性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无论是哪一种运动，都是让你的骨骼充分的进行一个冲击，这样的话才能让我们的骨骺进行充分的刺激，它才能更好的长高。所以呢，我们骨骼的结构必须要让它进行一个冲击，这样对孩子的生长发育是非常棒的。在竞技上面的运动，比如说打篮球也不是让你傻傻的站在那投篮，一定要去进行充分的一些对抗比如说跑跳包括跳绳都是非常好的运动，在家里面都能去做。然后呢，运动这一块的话，大家家里面做功课就行。主要后面还有一个重点是什么？就是睡眠。睡眠这一块很少有家长关注得到。你看，我们管得了他白天，管不了他晚上。有的小孩是什么？这个地方经常痒了以后呢，就感觉难受，一难受好了，晚上就翻来覆去的他这个质量它不达标。我们讲很多的这个重要的，比如说生长素都是在睡眠当中出来的。你不可能在白天运动的时候出来，所以在睡眠当中，一个是要给他昏暗的环境，把这个灯给他关掉。第二个，让他的睡眠要让他怎么样变实，不要让他那么虚。有的孩子他自己小的时候小孩子他也会烦，他会烦他的学习，他会焦虑。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家长不要对他在这个学习上面的压力给他很大，
给孩子压力一旦大了以后，他一焦虑了以后，有的时候啊就会翻来覆去睡不着，也会影响里面的一个环境。所以呢，我们给他一个好的睡眠环境以后，让他好好的睡觉，同时夜里面啊没事的时候多观察观察。比如说，如果是这里有问题的话，你要及时啊，对不对？有什么问题发现呢，我们就要及时。然后同时呢，你要记住，这个孩子的学习压力大了以后，你一定要什么呢？要让他放松心情啊。他这里紧张，你在这里在催着，他就会更紧张。一紧张了以后，晚上好了7、8个小时也睡不好。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睡眠这一块是很少有人关注的。但是这一块你做不好，你后面的运动、后面的饮食这些东西啊，就通通的就白费了。为什么？因为重要的这个生长素就是在睡眠当中出来的，所以睡眠这一块一定要做好。如果你担心孩子还是不行啊，你晚上在睡觉之前给他的头这个地方百会啊，轻轻的从上向下摸100下，每天100到200下，从上到下摸到啊他的大椎，从百会到大椎轻轻的摸，他就睡着了。这个啊是针对10岁以下小孩子的。那10岁以上呢？10岁以上基本上你讲了，他懂了，他自己明白了，他就会去做。但是咱们道理啊要讲给他听。有的朋友会说，老师，我的小孩子啊17、18岁了以后还能不能再往上涨呢？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注意，小孩子他一旦骨骺闭合了，这个时候他有个黄金期的，过了就没了。他骨骺一旦闭合了，就长不高了。所以在黄金期的时候，你们提前就观察，做好准备，以后孩子啊未来就能多长2到3厘米。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你有没有经常感觉自己的头上就像压着一个大石头，每天头这么一晃，后面就感觉晃荡荡的啊，特别的难受？或者有些朋友啊，只要一刮风一下雨，就总是感觉这半边会有一种嘟嘟嘟这种跳动的感觉啊，半边啊感觉不好。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能看到这个视频以后，你会发现一个新的天地，因为我在这里呢要教给大家一个叫做八字锁。这八字锁你跟着我去做，把头上的一个开关给它解开，你会发现整个完全就不一样了。头上的大石头套着的紧箍咒啊，这个感觉就没有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会把这个内容分享给大家。咱们这里啊分享的都是实打实的干货。如果你感觉好的，你留下一个评论，打上有用2个字，会帮助更多的人。同时可以把这个动作收藏下来，因为里面的细节非常的多。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讲解动作。这个动作啊，其实非常简单啊。所谓八字锁，就是把我手伸出来，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八字啊？这么看一个八字。那么呢，我们先用2指这个位置贴住我们的耳朵，就这么贴住。贴住耳朵的时候，你们前后上下去摸一摸，会摸到一个小小的平台，就围绕这个平台，咱们进行一个上下的推动。大家可以看，来上的时候有一个细节要注意啊，咱们不能直上直下，因为这个手推起来，你看我直上直下的话是有弧度的，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有没有发现我们的耳朵是有弧度的？它其实就是引导着你怎么样做一个有弧度的向上推，你看这才是正确的啊，跟着这个耳朵的弧度来慢慢的往上，1、2、3。做多少下你们自己数，做上20下。刚开始跟着我做的朋友们，我不建议大家2个耳朵一起做，为什么？因为你要去找一种对比。你看我们做上20下以后，当你手松开以后，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啊，你会有一种通透的感觉。我们就这样慢慢的去做，慢慢的去推，把这里微微的推到有一点发热，你自己数20下左右就差不多了。当你把手松开来的时候，我们感受一下这半边和这半边是不是2边开始感觉有不一样了？甚至有的朋友啊，感觉耳朵听东西啊，都感觉一根针掉到地下都能听清楚。这是什么？这就是打开了一个开关，这才是半把锁。那么2把锁合在一起才是一把完整的锁。所以呢，打开半把锁以后，咱们先不要窃喜，再把另外半把锁打开，你会发现不一样。怎么去做啊？所有的家人朋友们，你看。把我们的手掌伸起来，然后这个位置啊成一个直角，这里有一个小窝窝，我们用这个小窝窝刚好压住我们的耳朵。每个人这么做啊，你看，把我们的耳朵这里给它压实了，压实了以后，头转过来，大拇指贴上去，这么贴住以后，你看，就这条线叫做等身寸的，每个人都能找到。那么我们怎么去做？我们用手慢慢的从外向内
就这么去推，慢慢的由外至内啊，去20下到30下，慢慢的去推。推的时候头别低着，别低着推啊，你这个单手先推，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找感觉。慢慢的，当你推开来以后，也会有这种热热的感觉，就这么去推就行了。推上一个20下、30下以后，你自己感觉可以了，我们把手松掉，松掉了以后，你再活动活动头，你会发现不一样。那么咱们有很多女性朋友啊，她头上容易扎着一些辫子啊，或者盘扎一些头发，这个时候我们推的时候可能就不太顺利了。所以我教大家一个咱们女性朋友做的方法，点着这个点，对不对？还是一样找这个角度啊，找这个横线，点着它以后，慢慢的动一动，然后再往内动一动，每个点转一圈，每个点转一圈，就这么转，把这条线给它解开，推到我们中间的这个窝里面，从外到内去推。如果你做到后面可以的话，2个手一起推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推完以后，我们现在就来做对比啊，两边找一下感觉，是不是发现有的朋友脸上开始发热了啊，左右开始感觉不一样了？这个就是差距啊。当你确定了这个动作对你感觉有帮助了以后，咱们就开始以后2个手都可以去做啊。这个由外向内去推一个8字锁，2个就是这样啊。你记住这个手势，基本上你就把这个动作给记在脑子当中了。而且你记住啊，咱们所有的动作讲的都是细节，而这些动作好不好，也是在于这些细节。好的动作要又简单又快，能够服务于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这就是我认为的一个好的动作。所以我把这个干货啊分享给你，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大家给我们的视频点上一个赞，并且给咱们点上一个关注。在别人那里呢，可能是不传之秘，但是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你想不想让自己的手臂变得更紧实，线条感更明显，手臂上拥有更多的力量？咱们现在有很多朋友啊，因为疏忽对手臂上面的管理，所以呢，手上面啊总是感觉没有力量啊，肉上面啊泡泡的，不够紧实。特别是年龄稍微大一些的朋友们，只要把手这样一抬起来，就会发现下面呢会总是挂着一坨肉，晃啊晃，晃啊晃。这些地方其实都可以通过我今天教你的动作，让它慢慢的收紧。这个动作呢，其实只要咱们需要一条毛巾就可以了。我接下来会把这一套动作完整的分享给大家，大家只要跟着我练上一次，保准你就会喜欢这一套锻炼手臂的动作。我希望大家把这套视频收藏下来，以后每天打开跟着去练，同时练完以后感觉手臂上面充满力量的感觉，变紧实的朋友们，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好了，我们现在来开始讲动作。首先我们需要把毛巾啊叠成条状，好，把它叠成条状以后呢，以我的右手手臂为例，给大家做一个动作的演示。握是这样去握的，然后注意看一下我左手手臂的姿势啊，大约这个肘部的一个角度是90度。好，然后在这样的姿势之下呢，我们的右手手臂往下去拉，来看一下。是不是就像在撑船一样？然后呢，我们的左手啊，适当的提供一些什么呢？一些阻力。因为我们右手在往下拉的时候，只要左手这里啊把它绷紧了，那我们的右手就有一定的阻力。这个阻力不要很大，我们做上一个30下到40下。你每做一下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我们的右手后侧肱三头肌这里啊酸酸胀胀的啊，你能感觉到明显肌肉在发力的感觉。我们就这样去做上一个30下啊！别看这个动作简单，你拿着一条毛巾，你跟我去练上30下到40下以后，你就会发现，哎，这个动作真的是太棒了，在家里面轻轻松松啊，也能把我们的手臂锻炼到。然后我们再换一个手，手一样是这样去握，握住了以后，注意看我手的姿势啊，这样去拉，拉好了以后，你看来往下拉，1、2、3、4。不同的角度给大家演示一下，就这样往下去拉啊，拉的时候一定要把我们的什么呢？手肘这里啊伸直，你看伸直，伸直了以后往后带一些，你看就这样，1、2、3、4，是不是像在撑船一样啊？在撑着一个船。你做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哎，手臂后侧这个发力感啊，是真的是太明显了。在家里面轻轻松松啊，就能把我们的手臂后侧锻炼到每天左右手啊30下到50下，直到这个肌肉发酸，酸的非常明显的时候，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再来一组，1天2到3组。好了，有的朋友说，这个手臂后侧练完了，我的手臂前侧能不能练呢？当然也可以。咱们很多朋友有一些女士的哑铃
很轻，每天就这样举一举。其实这样去做，它的感觉啊并不会太好。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做的动作不标准。咱们用这条毛巾依然可以达到这样的帮助啊！你看，把我们的腿放好，毛巾从我们的腿下穿过，然后从前到后这样去拉。拉到最下面，同时把我们的腿后侧也能把它打开，这个动作可谓是一举两得。来，所有朋友跟着我毛巾一起这样做，从前到后拉，你看着是很轻松，是不是？我告诉你，真的很少有人能从前到后能坚持下来3次。如果你能够坚持下来，可以在评论区下方打上3证明你做了从前到后做了3次，3次左右，你这个膀子就会非常的酸。有很多朋友说你这个做起来很轻松其实不是的我们手在来回这样拉的时候，它这个阻力其实是很可观的这个阻力。好，就这样保持住，从前往后。好，拉完了以后再换一条腿来，从前到后用毛巾1、2、3、4、5、6、7，2、2、3、4、5、6、7就这样从前到后，把整个下面给它打开。好。当你把2条腿都做完3遍以后，你会发现手的前面这一部分也变得酸酸胀胀。这样的话，我们就能把我们整个手臂这一侧都练到了。做完了以后，不要忘记给自己的身体进行一个放松，轻轻的拍一拍，从下到上，轻轻的拍一拍轻轻的拍一拍就可以了。然后后侧也是一样，手转过来，这样拍一拍这个手也是一样拍一拍放松完以后，抖一抖，甩一甩，休息一下。那么每天把这个动作安排好，你的手臂就会越来越紧实，越来越有线条，而且整个手臂也会越来越有力量。好了，视频分享到这里了，我希望看到这里的朋友们给我的视频点一个赞，没有关注的朋友关注我微博，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呢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腰椎是我们身体上肢和下肢的一个承重梁。这个腰椎一旦不好你会发现做很多事都特别麻烦。腰只要不好，你的腿脚多多少少都会受到影响。你会发现咱们很多人他只要腰一不好，走路都怎么样，都是驼着背弯着腰去走路，腿脚明显迈不开。而且腰不好你是很多的一些运动是参加不了的。现在咱们有很多人因为长期的工作长期的伏案长期的坐姿就会导致我们的腰部怎么样，受到了一些压迫，导致了我们的腰部的肌肉紧张，有些朋友还会有一些突出。那么今天我给你分享一个小小的动作，这个动作非常的厉害咱们手上找到3个点，同时给它进行一个开关，然后你会发现你的整个腰部怎么样，就轻轻松松了。那么这个动作大家看完以后一定要记得把它收藏下来，并且感觉有用的，非常棒的，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开始来讲动作。动作怎么做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咱们手上去找3个点。第一个点是位于我们手掌的中间这个点，你看我们手这么一握拳，拇指这个中指点的这个点就是我们的劳宫把这个点给记住，手掌的中间。然后还有2个点是什么呢？你看我们手成一个剪刀状，从我们那个手你看中指给它穿过去，然后你看手往回这么一勾一勾，然后你左右拨一拨，前后拨一拨，你会发现有一个小暗坑就在这个小暗坑里面，你看，然后把我们这3个点，你看这里把它点上，前面把它点住，就这么把它这么一压。好，我来做一下大家跟着我一起去做。下面点住，上面把它一压，压好了以后就把它放在我们的肚子上，然后压住了以后，我们把我们的身体你看这样简单的活动一下，你一定要压对了简单的只要稍微一活动，你会发现怎么样，我们左半边的手被压着，左半边的身体就感觉轻轻飘飘的而且呢和右半边形成了强烈对比和冲击。咱们就把这个点给它点住，保持大概10秒钟，活动一下。其实呢，你点找的对不对，就看我们活动起来的感觉怎么样。如果你活动起来，真的有这样的感觉，那么恭喜你点是找对了。找对了这个点以后，来，你是不是想把手放松以后，也一样是感觉腰上面轻轻飘飘的？来，我们这个点点住，然后前面的手，你看这样来回的去动。就这样去来回的去动，看我的手指这样去动
啊，下面的手一直点着，不要松。我们做上10秒钟到15秒钟，大家看，啊，这样去做，啊，就10秒钟到15秒钟，手放在肚子上，就这样，啊，轻轻的把这个动作给做好。哎，10秒钟过后了以后，我们把手这么一松，然后再活动一下你的腰部，哎，活动一下你的背部，活动一下你的肩部，是不是感觉这一半边全部都打开了？这是我今天教给你的最干的一个动作了，大家一定要把它记得。同时呢，为了验证这个动作啊，是不是会有心理上面的一些感受，那咱们把我们的右侧再做一下，大家感受一下啊。你看这个手，你看点住。点住了以后呢，上面2个手穿过去啊，这里呢，压住，压住了以后，我们压上大概5到10秒钟以后，开始把我们的身体动一动，这个时候你再感受一下，是不是原来的强烈对比的感觉，一边重一边轻，不见了，两边都一样轻轻的，对不对？有这样的感觉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手，你看来动一动啊，就这样动一动。啊，动上10秒钟到15秒钟，我相信听到现在的你肯定会感觉啊很惊讶。其实不用惊讶，因为在我的视频分享当中啊，都是分享的干货啊。咱们没有关注的朋友呢，可以关注我一波，因为在别人那里啊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好，两边都做完，两边手都松开，来两边都动一下，是不是感觉强烈的对比一下子就消失了？再活动一下你的腰背，这个感觉是不是太棒了？好了，今天这个动作啊，分享到这里，讲了这么多，希望大家能给我的视频点个赞，并且有用，对大家有帮助。视频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我是大为，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